刚才讲的方法应该是 H 正 SO4 二负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呢是 Ca 二正，然后呢 OH 负，然后怎么结合呢？它的负的跟它的正的合在一起，所以写多少？写成是 CaSO4，然后呢一样 H 跟 OH 合在一起就变成的是 H2O。好，然后这边的话呢，你要写个2倍，谁要写2倍啊？我看一下，要写2倍的应该是这个 H2O 写2倍，哦，这样才平衡。OK， 好，然后我们继续往下走哦，看这边呢，赶快注意听，哦，请仔细听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、哦，那什么情况下代表这个2个东西已经达到酸碱中和呢？好，首先第一个，我们把这个实验大概做一下，你看这边有个所谓的滴定管。那滴定管上面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呢？你注意听，有可能是酸，也有可能是碱。如果上面放酸，那下面呢就放碱。然后这边有没有？这不是有一个有个旋转钮，对不对？你把它打开，那个滴定管里面的液体就留下来了，然后进行所谓的那个酸碱中和的反应，这样子。OK， 好，那我先说一下，你去猜哈，如果里面放的是碱性的东西的话，它的 pH 值会比较大还是比较小？大，一定比较大。然后它由大变成小的。那如果反过来，我里面放的是酸呢，那一定由小变大，这样听懂吗？那当我达到酸碱中和的时候，代表我达到什么时候？我的 pH 值会得多少？7的时候，代表我达到酸碱中和了，会吗？好，那这边要看重点是这边，就是把它打10颗星这边。什么情况下代表达到酸碱中和呢？画起来，这里就是当我的这个氢离子的摩尔数，注意哦，我讲的是摩尔数，不是摩尔浓度，因为有同学那个没有认真听，一定是当氢离子的摩尔数等于氢氧根离子的摩尔数一样的时候，才代表它酸碱中和的。注意哦，我讲一遍，我讲的是摩尔数，不是摩尔浓度，因为摩尔数不见得会等于摩尔浓度。因为有些可能它这边水比较，它的那个液体比较多嘛，对不对？它液体比较少嘛。那不管怎么样，反正它的摩尔数要一样多，才代表达到酸碱中和。好，那问题来了，大部分的酸类跟碱类呢都是无色无味的嘛，那你根本无法判断出来说它到底中和了没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什么办法用什么办法做呢？我要用的是酸碱指示剂去做变化。那当然最好用的是用谁？就是用那个什么广用指示剂，对不对？当它变绿色的时候。就是中性的，但是当然最好，但有些当然不是，有些可能我一开始说里面可能是红色的，比如说我放的是酸，然后里面是红色的，那里面放可能就是石蕊试纸，对不对？然后开始加很多碱下去，当然突然间有一天变从红色变蓝色的时候呢，那就代表它已经达到酸碱中和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有些东西可以用的是酚酞，有些东西可以用的是酚红，那当然我觉得最好用的就是用那个广用指示剂，因为它变绿色的时候就是中性，听懂吗？会了哈。好，那像这边有告诉你有一些地方呢。好，要记一下，就是多雨的地区的话，通常它的 pH 值比较小。为什么？因为多雨的话，通常会成什么性？酸性。所以拜托你们哦，下雨的时候啊，千万不要没事神经病，因为淋雨就说哦，让雨淋湿什么洗净我的灵魂，然后呢让我的感情什么鬼东西的，对他真的洗净你的灵魂了，你也变秃头了，好、没有必要。好，然后呢，所以不适合耕种，所以呢，一般来讲的话，农夫注意听。农夫会用烧那个稻草来改善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稻草里面会有这个碱性物质，就是碳酸钾。所以呢，这个我先讲一下、哦，这个碳酸钾这个地方呢，注意听，它怎么来的？你看烧那个稻草，可是呢，它的确可以改变那个什么，改变土壤的那个酸碱性，对不对？可是会造成什么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会造成空气污染。哦，所以这个并不是那么好的。哦，那。这边告诉你说可以中和那个土里面的酸性，然后来增加这个钾肥，就是这个地方碳酸钾。好，然后还有一个，也就是酸碱中和，就是胃酸过多的时候呢，会造成胃痛，所以可以服胃药。那胃药里面呢，就是有什么碱性物质，就是这个东西，碳酸氢钠、氢氧化铝跟氢氧化镁这些东西。好 ，OK， 好，然后还有口腔里面的食物呢，残留食物呈酸性，会造成蛀牙，所以我们会用那个碱性的牙膏有没有来刷牙，保持口腔清洁。那个很凉跟碱性没有关系，因为碱性物质里面没告诉你碱的特性很凉，没有，那个很凉是其他的那个物质，这样子 ，OK， 可以了哈。好，这个你看一下。那甜的是可以